天下，赵露思公主纵横江湖，时常不停歇。大考江湖中，赵露思饰演的白凤溪是一代女侠，也是青州最著名的西云公主。她很聪明，但她在世界上，为什么她不干脆当个宫中公主，非要游历江湖体验人生？她很小就离家来到天双门拜师学艺，她的大部分记忆都在天双门。对于这座宫殿，她并没有太深的印象。父亲忙于国事，无暇顾及她，但父亲和哥哥都很疼爱她，一直关心她在外面过得怎么样。自从白凤溪离家之后，他几乎就让这个女儿留在了人间。天双门门主传授精湛的武功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学会了蓝阴碧月，与黑风息成为了2个绝世高手。白凤喜性格活泼好动，喜欢自由奔放，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，遇到大事能从容解决问题，能独善其身。虽是公主，却一点公主的架子都没有。她平易近人，不太在乎权钱。如果她有钱，她会帮助她在路上遇到的穷人。她心地善良，时常陷入没有食物吃野果充饥，或吃霸王饭，困了就睡在树上的境地。只要不饿死，钱财什么的，白凤起都不太在意。乱来就是最惨的王妃。其他的公主都娇生惯养，吃山珍海味，被一大群人伺候，而她却一个人浪迹江湖，时而带着天双门的弟妹们来见世面，和连生活费都省了。其实这样也好，不然以后他爹和哥都不会来了，他怎么会去招惹一个国家的元首，又怎么会不历经磨难就担起大任？白凤溪从12岁开始就在人间，他曾经一剑斩断一名武将的龙环剑，创造了典型的文武双全的论魏征。在江湖，她是一代女侠，天双门最强弟子，武功甚至在师父之上。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武功高超。她也是凤国的西云公主，唯一的皇位继承人，也是第一个登基的少年。作为下一任国王，白凤溪肩上的担子很重。虽然她不像凤兰溪那样时时刻刻面对宫廷后宫的勾心斗角，但白凤溪没有兄弟姐妹，以后要独自承担皇上的责任。所以，即便有着公主的尊贵身份，她身上的担子依然很重。只有不畏艰险，她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国王，保护一方百姓。吴磊、张艺兴等童星进化成关晓彤、马可成情侣。最近 Berry Books 感觉自己老了。大多数流行的电视剧都是90后。最扎心的是，联合国正式确认1992年出生的人已经步入中年。更让我感受到时代变迁的是，看着童星跟我一起长大 ，BN 长大 ，LOL， 而活跃在荧幕前的，都是出道多年的年轻人。童星时代线，且不说看着王俊凯一路考上大学，与他同龄的弟弟三蛋，1999年出生，也是娱乐圈资历深厚的资深演员。6岁出道，出道11年，出道时的圆脸大眼。今天来说说高受娱乐感十足的小飞流。吴磊是从帅到长大的典范。30哥在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活跃在荧幕上，他成长的每一个痕迹也都被观众看到了。尤其是《琅琊榜》开拍的时候，吴磊还是个小人物，观众看得见。胡歌轻松抱起，拍完吴磊已经和胡歌差不多高了。剧中可以看到吴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成长。美国宝宝很想说，30哥，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。最近气死妈妈的张艺兴也是德艺双馨的老艺人了。6岁出道，有着10多年的演艺经验。有网友扒出一张张艺兴6岁时演电视剧的片段，胖乎乎的脸真的好可爱，表情也很好。现在有很多童星活跃在荧幕前。梅男神张震，因为父亲张国柱是台湾资深男艺人。1980年胡慧中主演的电影《三脚操》中，张震4岁就开始当小演员了，出道年龄比对方早。当然，他最出名的还是在《晴朗的夏日》中的表演。14岁的他还在迷茫什么是演戏，什么是生活。像《灿烂的夏日》这样有深度的电影，即使是24岁的小鲜肉来出演，演技的考验依然是个大问题。张震凭借该片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人。虽然张震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长皱纹，但今年在柏林的
龙先生又回到了潮流中。从演艺事业来看，最让贝瑞觉得可惜的童星莫过于李小璐和舒畅。作为新上任闺蜜的娱乐圈当红女星李小璐，如今的下巴更尖，眼皮更宽。她随手挑了几部家庭剧，载歌载舞，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。还没到中年的人都不知道她是最年轻的金马影帝。李小璐的妈妈是著名演员张伟欣，爸爸是导演李丹宁。她3岁开始演戏，成为童星，之后又接拍了火遍大江南北的《都是天使的错》，听名字有年代感。随后李小璐主演的电视剧《奋斗》播出，让她再次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向南和杨晓云这对欢喜冤家也圈粉了不少。李小璐真的可以算是演技派了，毕竟女演员不是白来的。如果她继续走影星路线，她的前途一片光明。网上很多人都在批评她现在天马行空的画风，但也很反感她。作为一个演技和颜值永远在线的人，舒畅也活得比较有意思，不炒作，不心魔，轻拍戏，过自己的生活挺好的。现在杨紫和张一山也在各自的演艺事业上蒸蒸日上，大胆炒 CP， 夏雪良心不痛。还记得大明湖畔的野孩子吗？如果 Marco 关晓彤的身份互换线，在《家有儿女》中也是童星出身的马可，对《野孩子》中莓果男孩的插曲印象深刻，不管是台词还是动作，都可以说是笑得很开心了。1990年出生的马可9岁时第一次触电，在历史剧《孙中山》中饰演少年溥仪。古装 Marco 五官精致，从小眼睛就 bling bling， 没想到在16年的演艺生涯中，马可却多次因为长得美貌而遭到拒绝。经常剧组看到他总是排斥他，我们不需要太漂亮的孩子。在那个没有偶像剧的年代，马可的优势变成了劣势。贝瑞宝宝也想有这个劣势，但是马可一直在努力练习自己的演技，直到他需要花千骨这个角色。太美的马可最终拿下了斩千魔这个高难度角色，但绝对是一匹黑马。全世界对于马可这样演技好但资源不足的童星来说，关晓彤是另一种提升方式。先来感受下关晓彤从未下过线的强大资源。关晓彤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艺人世家，爷爷关雪是京城钢琴大师，爸爸关少是影视演员。2005年，因在陈凯歌执导的电影《无极》中饰演小倾城而一举成名。后来，关晓彤在《大男人》中搭档了王志文、李小冉。关晓彤在《一仆二主》中搭档张嘉译和闫妮。她还在苏有朋的电影处女作《左耳》中饰演江决。2014年获得国剧盛典观众最喜爱新女演员奖。拥有如此强大的资源，关晓彤的实力也是稳步增长。在《好先生》和《九州天空之城》中也收获了不少好评。贝瑞真的很好奇，如果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启蒙方式和成长过程互换，会出现怎样的人生轨迹？关晓彤饰演韩星子，一位留美90后、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演员。她有着悲惨的人生经历，她为实现自己的好莱坞梦而不懈努力，终于以华人演员的身份被世界舞台所认可。而马可饰演的李俊泰是一个自由叛逆孤独的男神，性格孤傲的媒体继承人，一心一意追求新媒体技术研发的理想，从不愿插手家庭事务。但在爷爷的安排下，他被迫走上了明星练习生之路。包梅看到这个侧脸，顿时愣住了。家族团的优质资源和肉体保障全部变成了马可，关晓彤却从无到有变成了灰姑娘。这真的不是演对方的故事吗？剧中的马尔科好霸气、时髦，浑身弥漫着黄金的气息。教科书式总统的出现，因为长得好看，被迫当了练习生。而关晓彤被流氓老外欺负，也是走投无路，穷困潦倒被地主赶走。为了追求演艺事业，她还当过 Marco 的保姆。Marco，Tell me, are you kidding me？ 也因为黑幕被换掉了，被黑心女星打脸，太可怜了。巴里快要哭了。看这部剧或许可以填补我无边无际的脑洞。我是从小在火花中长大的县城童星。贝瑞从不担心马可和关晓彤的颜值和演技，两人都是在娱乐圈混迹多年的老手，一颦一笑都可能是大师的绝招。节目中火花不断，
这次马可不再是一身风骚的古装，放下刘海的小少爷长得还挺可爱的，不过就是长得仅此而已。视频里的他就是这么狠毒，想当总统就得撩刘海。成为总裁的马可霸气的，星星眼，腿长1.8米，身材也太好了吧。女主关晓彤一点也不输，腿也不是很长，1.7米左右。以关晓彤现在174的身高，估计只有 Marco 这种大长腿欧巴才能上场，男演员根本不用坐板凳。2条大长腿很吸睛，不过这部剧的主角真的不是腿，从剧照来看，青春校园感特别强。关晓彤爱得不得了，自然恨得不得了。马可被虐待，来吧，互相折磨。王子 CP 不是普通的糖，糖是剧毒的。没关系，来点鸡汤装饰一下。时尚达人 Barry 也很喜欢这档节目的所有穿搭，不管是家居服、小裙子还是日常穿搭，每一件都想挖出来。当然，买了之后也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。说了这么多，极光之恋的故事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，加点鸡汤，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只要 be what you like。是的，如果你有梦想，你一定要意识到，或许我读到的只是在娱乐圈成长的记录，但是在资源附近看到勇敢追梦的关晓彤，是不是也会受到启发呢？